家中有佛像要注意的4个事项，你知道吗？咱生活里好多人家里会摆个佛像，这佛像往那一放，不只是个物件，更承载着一份信仰，一份虔诚，说不定还能给咱生活添上点不一样的氛围。可家里摆佛像可有不少要注意的事儿，今天我就跟你探讨一下家中有佛像要注意的4个事项。1. 佛像的安置位置有讲究，咱先说说这佛像放哪，这位置可太重要了，不能随便乱摆。首先，佛像不能摆在卧室里，卧室是咱休息睡觉的地方，人在这儿睡觉活动是比较私密的空间，你想佛像代表着一种神圣庄严，把它放卧室里，人每天在里头躺着睡着，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合适。而且要是家里来客人的话，看到卧室里有佛像，心里可能会有点别扭，觉得这地方隐私，可能被冒犯了。我就听说有个人把自己供奉的佛像放卧室，结果有一次来了个比较讲究的长辈，看到了就心里犯嘀咕，觉得这不太尊重佛。后来那长辈回去之后，这人对这事儿还挺后悔的。佛像也不能摆在厨房旁边，厨房那地方每天炒菜做饭，油烟大得很，这佛像要是长期处在油烟缭绕的环境里，身上全是油污，多不干净。而且炒菜做饭的时候免不了会有些磕磕碰碰，大声说话啥的，这对佛像那种神圣的感觉也不好。我就看见过有个家庭把小佛像摆在厨房门口，结果每次做饭热气和油烟呼呼的往佛像那边飘，没多久佛像就变得脏兮兮的，看着可糟心了。这不仅是对佛的不尊重，从观感上也不好看。那佛像放哪儿合适呢？客厅是个挺不错的选择，客厅一般是家里人来人往，接待客人的地方，把佛像摆在客厅的显眼位置，比如说电视背景墙旁边，或者专门做个佛龛摆在角落里，这样既能让家里人随时看到，表达咱的敬意，来客人的时候，人家也能感受到您家对信仰的尊重。不过要是在客厅摆，也得注意整洁干净，周围不要堆满杂物。我就见过有的家庭把佛像摆在电视旁边，旁边一大堆遥控器、零食啥的，这就显得有点乱，对佛像也不够恭敬。要是家里有专门的佛堂，那就更好了。佛堂可以布置得静谧庄严，在里面可以点上香烛，供上鲜花水果，每天进去参拜的时候，内心都会特别平静，感觉能跟佛更亲近。我有个朋友专门在自己家楼上辟了个小房间做佛堂，房间里灯光柔和，佛像庄严肃穆，每天他都会花点时间在佛堂里静坐念经，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平和了不少。这佛堂就是他心灵的寄托，也是他对信仰虔诚的体现。而贡品的正确选择和摆放，家里有佛像，贡品可是不能少的。
这贡品的选择和摆放也有不少门道。先说说贡品的种类，水果是比较常见的贡品，像苹果寓意着平平安安，橘子代表着大吉大利，葡萄象征着多子多福。水果要选择新鲜干净的，不要有烂的地方。有一次我去朋友家，看到他家供的水果上面还有烂斑，这就有点不合适了。你想啊，咱拿新鲜美好的东西供佛，是对佛的敬重，要是拿有瑕疵的东西多不好。蔬菜也可以作为贡品，比如青菜萝卜，寓意着清清白白，平平安安。还有点心，精致美味的点心，既能表达咱的心意，也能增添供桌的美感。除了这些，鲜花也是很棒的贡品，像莲花，那是佛教的象征，特别适合供佛。还有百合，花朵洁白芬芳，寓意着纯洁美好。鲜花的颜色搭配也很重要，颜色鲜艳但不俗气最好。我有一次看到有个人把大红大紫的花摆在一起供佛，虽然看着挺热闹，可总感觉有点太闹腾了，不太符合佛那种宁静祥和的感觉。鲜花要经常换，保持新鲜，要是看到花有点蔫了，就赶紧换下来，这也是一种诚意的表现。贡品的摆放也有讲究，一般把水果放在中间位置，这是比较重要的贡品。蔬菜可以放在水果两边，点心和鲜花可以放在稍靠下的位置。摆放要整齐，不要东一个西一个。我见过有的家庭贡品摆得乱七八糟，水果歪歪扭扭，点心堆成小山，鲜花东倒西歪，看着就乱糟糟的，这也会给人不好的感觉。整齐的摆放显示出咱对佛的恭敬之心。还有贡品也不能放太多，适量就好，太多反而显得贪心。我有个亲戚，每次贡品摆满一大桌，水果堆得像小山，点心摆得满满当当。其实佛不会贪图咱这些东西，重要的是那份心意。适量供奉，既表达了心意，又显得简洁大方。3. 香烛的使用要点。香烛在供佛中也很重要，用得好能增添神圣的氛围，用不好反而不好。先说香，香的种类不少，有檀香、沉香等等，不同的香的香味不太一样，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感受来。不过香的质量的过关，要用天然香料制作的，那些化学香料做成的香味道刺鼻，还可能对人身体不好。我以前不知道，买了个便宜的香，烧的时候那味刺鼻得很，熏得人眼睛都难受。后来换了个好点的天然香，烧起来味道醇厚，闻着心里也踏实。点香的时候也有规矩，一般是1根或者3根，1根香就表达咱的诚心，3根香有更深的意义，代表佛法僧3宝。
点香的时候要用双手持香，点燃后不要用嘴去吹，轻轻晃动，把火苗熄灭就行。然后双手举香，对着佛像恭恭敬敬地拜一拜，再把香插到香炉里。插香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尽量插得端正，不要歪歪扭扭的。我看到过有的人插香插得东倒西歪，这给人的感觉就不好。再说蜡烛在佛前也能增添一种温馨庄重的氛围，不过蜡烛的选择也有讲究，要选那种燃烧比较稳定，不会产生很多黑烟的。蜡烛点燃的时候要看护好，别让它引发火灾。我听说过有个人在佛前点蜡烛，人走开了，结果蜡烛倒了，差点把旁边的东西点着，幸好发现及时，没造成大祸。这就提醒咱们点蜡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心怀敬畏，香烛的数量也别太多，适量的香烛，袅袅青烟，柔和烛光，就足以营造出那种神圣的氛围。要是香烛太多，搞得乌烟瘴气，反而不美。而且也要注意通风，别让烟熏的人难受，所以把握好度很重要。4. 日常的维护与礼拜规范。家中有佛像，日常的维护和礼拜规范也是不能忽视的。先说说日常维护，佛像要定期清洁，用干净柔软的布轻轻擦拭，不能太用力，以免弄坏佛像。清洁的时候，心里要怀着恭敬之心，就像是在给佛洗个澡，让它保持干净整洁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很爱干净，但是清洁佛像的时候太用力，结果把佛像的一处细节给刮花了，他后悔的不行。清洁佛像的时间也不用太频繁，1个月1次，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就行。佛像所在的佛龛或者摆放的地方也要定期打扫，把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能让整个供佛的环境更加庄严。我就见过一个佛堂，佛龛一尘不染，周围地上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进去就感觉特别宁静祥和。要是佛龛周围堆满灰尘，杂物乱放，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礼拜的时候也有规范，一般是双手合十，先鞠躬，然后跪拜。跪拜的时候，膝盖要着地，额头触地，这表示对佛的最大敬意。拜的次数也有说法，常见的是3拜，不过这只是个大概的规范，重要的是心诚。有的人拜得特别随意，双手一合就完事，那是没效果的。在拜佛的时候，心里要想着佛的教诲，想想自己平时做人的准则，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净化。我每次拜佛的时候都会静下心来，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做错事，有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这样拜起来才觉得有意义。礼拜的时候还得注意态度，不能嬉皮笑脸的，要严肃认真。我看见过有的人在佛前嬉戏打闹，
这可太不尊重佛了。佛是神圣的，咱在佛前就得怀着敬畏之心，就算旁边有人看着，咱也不能不当回事。咱对佛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另外，家里人在佛像面前说话也要注意，不要在佛像前吵架，说脏话。佛是慈悲为怀的，他希望看到的是家人的和睦团结。要是家里人老在佛像前吵架，那不仅破坏家庭氛围，对佛也不尊重。我家以前有段时间两口子老吵架，有一次吵到一半，突然想到佛像还在旁边看着呢，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后来就慢慢减少吵架的次数了。你看，佛像在无形之中还起到一种约束的作用。还有家里有亲戚朋友来，要是他们也信佛，可以一起在佛像前礼拜交流心得。要是他们不信佛，也不要勉强他们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我朋友就有这么个事儿，他特别信佛，家里佛像摆着。有一次亲戚来家里，他对亲戚讲佛法的种种好处，非得拉着亲戚也拜一拜，把亲戚搞得很尴尬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，尊重别人的选择也是咱应该做的。家中有佛像，这可不是小事，从佛像的安置位置，到贡品的正确选择与摆放，再到香烛的使用要点，以及日常的维护与礼拜规范，都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咱对佛的敬意，也反映着咱的生活态度和家庭氛围。咱只有把这些方面都做好了，才能让佛像真正成为家里的一份神圣存在，给咱的生活带来宁静、祥和与美好的力量。这不仅是对信仰的尊重，更是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。供佛作为佛教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仪式活动，自古以来就受到无数信众的重视。然而，在这看似简单的供奉背后，都蕴含着哪些深意？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贡品背后的象征与功德？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供佛的真正含义，不仅无法获得应有的善果，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造下恶业，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障碍。无论是宏伟寺庙中金碧辉煌的佛像前，还是居士家中小小佛龛里，贡品都是连接佛弟子与三宝之间的重要桥梁。当我们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跪在佛前，那一刻的虔诚与清净，是我们与佛陀心灵相契的珍贵体验。而供奉各种贡品，则是我们表达敬意与诚信的重要方式。在探讨具体贡品之前，有一点至关重要，供佛的根本在于心，而非物质本身。若我们只是形式上摆放贡品，内心却没有对佛法的虔诚与恭敬，没有对众生的慈悲与关爱，那么再多的贡品也只是徒具其表。佛陀不是神明，他不会因为我们的供奉就给予物质上的回报，也不会因为我们不供奉就降下惩罚。佛教讲究因果，
我们供奉的一切物品，奉献的香油钱，本质上都是在培养自己的福田，表达内心的恭敬与感恩。这些物品佛像并不会真正享用，受益的始终是我们自己的心田。佛菩萨向前常见的贡品主要有10种，分别是香、花、灯、土、果、茶、食、宝、珠、衣。这10种贡品各有其深刻的象征意义，当我们了解了它们的含义后，才能更加有的放矢，使供养更加如法如理。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探究这些贡品的深层含义。一、香供养。香能通气养神，传达意境。燃香时，香自灭而留香于人，这就是佛教中舍己为人的精神。所以燃香不是要烧香给佛陀，而是我们要懂得香的精神。一、戒香。守戒者众人亲仰，美名遍处，人如守戒心，自然有定力，故戒属香。二、定香。由戒行而生禅定，修禅定者众人尽献赞叹，故定义属香。三、智慧香。慧由定发。儒家有句话说，万物静观皆自得用静的心地去用功，才能启发智慧。一个人做任何事，绝不可操之过急，得冷静去深思，用智慧去分析判断，凡事方能有所成就。四、解脱香。人若有解脱性，对任何事都能看得开放得下，无所执着，所以人能解脱也是一种香。五、知见香。有智慧的人必有先见之明，能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有思想见解，所作所为正确，就是知见，这也是一种香。还有一种没物质没气味的香，便是声名。如要令名声香，则须依佛陀所指示的去走，去修持，将佛心当己心，以慈悲、喜舍、原谅的心去待人，这就是五行香的真意。二、花供养。花能清心养目，用花供佛，庄严佛堂，或每日在花瓶中插些鲜花，清香扑鼻，让人省心悦目。庄严的佛堂衬上几朵淡雅芬芳的花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。于食供养中，花代表物质供养。在佛教里，常可听到佛在灵山拈花说法这句话，可见花与佛教关系甚大。花代表四摄六度，在华严经里面，花代表十波罗蜜，果代表菩提涅盘。法华经中说，若人散乱心，乃至以一华供养于画像，渐渐无数佛，在佛前以虔诚的心奉上新鲜花束，有许多功德。一、能使人变得如花朵般美丽，令人欢喜，吸引众人目光，人缘极佳，对你过目不忘。二、能使人嗅觉正常，
不会有鼻腔的毛病而无法发挥正常嗅觉功能。3. 能使人身体不会有恶臭，闻起来气味香甜，令你全然的纯净。4. 能使人的道德声名远播，如花香气四溢，传遍各方。5. 能使人在世界人群中成为领导者。6. 能使人成就至善至美的事物。7. 能使人获得很大的财富。8. 能使人出生在较好的来世。9. 能使人很快地完成忏罪的功课，并成就解脱，圆成正悟。3. 灯供养。灯并不完全指电灯，比如蜡烛、油灯之类能照暗为明的东西，都属于灯供养的范围内。佛教传法一名传灯，佛教传法如父传财于子，但其意义不同。钱财传他人，己身积财必会减少，而佛陀传法如一灯传一灯，灯灯皆明，灯灯无尽。所谓一灯能续千灯明，佛陀传法对己不减，对彼有利。灯又有去暗投明之意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一盏暗路中的明灯，照亮黑暗，照亮幸福，光亮宇宙大地。灯是智慧光明的表征，燃灯供佛实以佛说，是佛门中重要的供养具之一，期望透过燃灯的说明和意义，能点燃您心中的自性灯。在佛前燃灯，是用以标志佛的智慧波罗蜜。供灯的10种功德。1. 照世如灯，供灯者生生世世如同世间的明灯，转生为人也是人中之王，就像上师如意宝一样，慧灯照亮整个世界。2. 肉眼不坏，供灯者肉眼非常明亮，不会变成盲人，也不会成近视眼。3. 得于天眼，供灯者将来会获得5眼中的天眼。4. 善恶智能，能辨别善法和恶法，懂得一切因果取舍。现在世间上许多人极为盲目，不知善恶取舍，而供灯者的智慧超越其他人。5. 灭除大暗，具有超胜的智慧，能灭除自他相续中的一切愚痴黑暗。6. 德智能明，自己的智慧超群众人，不受外界的各种诱惑，有辨别取舍的能力。7. 不在暗处，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在邪见或者黑暗的地方，住于光明的殊胜之地。8. 具大福报，转生为具有大福报的众生。9. 命中生天，命中后不会堕入恶趣，而会转生天界。而供灯的话，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到这种家庭中。10. 速证涅槃，很快的时间中能证得圣者的果位。4. 图供养，图梵语，汲水，经云，水能离垢的清凉，水不但能洗除重垢，令物清净，并且水还具有和合性，无论大江、
小溪汇聚一方，皆成一体，就好比大众学佛，最后都能成佛，所以用水供佛，洗己心垢，三是罪障悉荡涤，心既清净，自信现前，又何叹成佛路远呢？学佛人都应该学水的和合，水的平等无差别，那么待人处事上不愧天，下不愧人，更不愧己心，日子自然过得心安理得，轻松快乐。供水，水在一切供养品里面，表法当中是最重要的。供一杯水，水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，为什么？让我们能看得见，这最好。它表法，水代表什么？水代表我们的心，这杯水清净，没有污染，表清净心。藏巴拉功德经云：一，水供一次相当于念诵阿弥陀佛心咒100万遍，黄财神心咒100万遍功德。二，水供一次，所有恶鬼道众生可解除1年饥饿之苦。三，往昔所杀害水族众生罪业得以清净。四，水供一次能消除违缘，广结善缘，所作善业顺利，身心自在快乐，空行护法60护佑，吉祥如意。五，果供养，果指水果，大众用新鲜的水果供佛，功德无量。果又有结果的意思，象征我们每种下一个因，都会有其相应的果。在净土宗里面，果代表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就正果，表因果。一切外在供养都是在表法。水果本为一般之物，但若供在佛前，人们往往赋予其更深的寓意。水果在这里指代的便是修行人最终要成就的果位。我国大乘佛教认为，修行成就的最高果位是成佛，福慧两足尊，自觉，叫他觉行圆满。其次是菩萨果位，即自觉，叫他。第三层便是阿罗汉果位，自己救度自己。以水果供佛，也是在警示大众，要勤精进修行，慎勿放逸，菩提心永不退转，成就无上佛果。脱离六道轮回的真实究竟利益和解脱，佛前供果也在提醒众生要敬畏因果。供花代表种好清净善因，供果代表皆无上善果，意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命运在自己手里，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，因果相续，真实不虚，所以要时时谨记，起心动念纯善纯净，时时护好自己清净的善因。所谓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须知神通不敌业力，自己的因果唯有自己去承担。所谓的灵验，不过是自己福报的显现，所谓的不灵，也是自己的因缘不足，谁也无可奈何。自身的福乐从不是求来的，而是自身善念善行修来的。
了知了因果，便掌握了自己的命运。6. 察供养。察表清醒，启迪学佛者，起心动念常观察，如心有不善念升起，要及时警醒自己，该不善念能令自他造下不善行，敬请清醒面对，坚定移除。中国的茶道也有与佛学理念相似之处，所谓禅茶一味，南怀瑾也曾说，佛为心，道为骨，如为表，诸此种种表示佛法的博大精深，圆融无碍。佛法的根本理念可渗透到其他理念的方方面面，我们生命中看到的、学到的，若你细心体会，无不是佛，无不是法，万物在说法，看你如何着眼，一切是考验，是你如何用心。佛法有苦集灭道四圣谛茶，亦有清净仪真四字说。清洁、清廉、清净即清寂之清，不仅求事物外表之清洁，更需求心境之清寂。宁静，能静能和之心境，不留繁琐，一切凡思杂虑由之尽敌，以调和之意味，使人我之间的纷争消弭于形。一跃的精神在于不矫饰自负，处身于温和之中，养成谦恭之行为。真理之真，真知之真，至善即是真理与真知结合的总体。至善的境界是存天性，取物欲，不为利害所诱，格物致知，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淡泊明志，简德行事。真于真、善、美的境界，从茶的苦后回甘，苦中有甘的特性，陪伴佛法修持者在品茗时品味人生，参禅悟道。茶是禅者最好的朋友，能提神一丝，克服倦意。7. 食供养。用饭菜供佛，表恭敬之心，且含义深广。佛子在供饭时，以七粒饭出十念曰：法力不思议，慈悲无障碍，七粒遍十方，普施周沙界，另加咒语3遍位。佛法之理深妙，不可以心思；佛法之始稀奇，不可以言议。佛以大慈施一切众生乐，以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今因慈悲之力，则十方通达，了无障碍。以七力之威，普遍十方，一寸之先，施周法界，可知法力难思。食供养，食物为养命之源，代表布施，乃提醒世人要常行布施，心怀天下如母众生。8. 宝供养。供宝象征意义，法宝启迪人们心中要有法度、法则、规律。一个人的心中若有了法，待人接物有尺度，有规矩，讲礼貌，有诚信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，积德累功，
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悌，敬老怀幼，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稍如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则人皆敬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，所作必成。9. 诸供养。诸者表圆，学佛的人做事要圆满，待人要圆融，不可有所偏差，有所不圆，因为一切众生都值得被真爱。我们的今天都是众生的恩德所给予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，所学的技能，甚至我们的所看到、所应用的，无不是来自于乳母众生的辛勤付出，所以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感激与尊敬。如果我们能够敞开心扉，真心关爱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，那么我们也不会有升起任何不善念的基础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心将永保安详喜悦。猪代表摩尼宝珠，据说可为众生消灾免难，护佑苍生吉祥如意。如果世界上真实存在这样的摩尼宝珠，那么定存在那些真爱天下苍生的人们的心中。如果我们真爱一切众生，自然会从事许多助益他人的善行，身与意的一切行为都会变得清净有益。无论遇见谁，我们都将成为他们幸福与安乐的泉源。从自己的经验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这颗真爱众生的心才是真实的摩尼宝珠，满愿之宝。仅凭这颗真爱之心，我们便可以散播爱与慈悲，把每一段缘分都化为善缘，把每一次相遇都化为慈悲的源泉。10. 以供养，即用衣服供养三宝。一，在此引申着依靠之意，象征意义，柔和忍辱，出离生死。从事上说，衣服需穿着在身上，才能显出衣体的好坏。从理上说，学佛的人须依佛，依佛经，依靠出家人，按照佛指示的路径去实行，才能得到究竟解脱。僧伽上服，迦叶侵持，鸡足山中少人至，定力不思议，法会重持。奉献福田衣供佛虽说是外在形式，但它能帮助我们培养内在的修行品质。当我们恭敬地摆上贡品，那一刻的专注与虔诚就是一次心灵的净化。佛像前的贡品不仅是我们对佛陀的供养，更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教育与提醒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包括我们自己珍爱的生命。唯有培养内在的智慧与慈悲，才能在无常的世间找到真正的安宁。今光明经中说，若人欲供养，三世一切佛，当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这段经文揭示了供养的最高境界，关照法界实相，表达万法唯心。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时，供养已不仅限于外在形式，而是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一个善念，一句好话，一次帮助他人的行动，都是对佛法的最好供养。学佛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放下，尤其是对身外之物的执着。很多时候，金钱财富的多寡并不代表真正的富有，内心的充实与满足才更为宝贵。每次供养后，我们都应当发心回向，使这份功德不仅利益自己，更能普及一切众生。这样的供养才是真正圆满的供养。如果我们能理解供佛的真正含义，就会发现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仪式，更是一种生命的修炼与升华。每一次的供奉都让我们更加接近佛陀的智慧与慈悲，更加明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，这样的仪式更显得珍贵，它让我们有机会放下外在的纷扰，回归内心的宁静与清明。供佛的最高境界是将我们的身口意完全融入佛法，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慈悲智慧的准则。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时，无论是否有形式上的贡品，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最好的供养。正如佛陀所说，依法供养为最第一。真正的供养不在外相，而在心性。当我们了解了供佛的深意，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供奉，就会有更不同的体验。那一支香不再只是习俗，而是对持戒的提醒；那一盏灯不再只是装饰，而是对智慧的向往；那一杯水不再只是物品，而是对清净心的追求。每一次的供奉都是对佛法深意的一次印证与体悟。世间万象如梦幻泡影，转瞬即逝，在这短暂的生命旅程中，能够遇见佛法，了解供佛的真谛，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我们在供奉的同时，也当牢记佛陀的教诲，少说一句无益之言，多念一句佛号，减少对三恶道的牵引，增长对解脱道的向往。如此修行，才不负此生，获得人生之殊胜因缘。学佛乃智者所为，不是盲目的迷信，而是对生命真相的探求与实践。愿我们在供佛的过程中，不仅供养外在的佛像，更能发现并培养内在的佛性。这才是供佛的终极意义，也是佛陀对我们的最大期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恭心于佛前。愿你心如莲花般清净，因静而修，因修而悟，在日常供养中圆满自心的觉悟之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